到圣路易斯机场啦，在密苏里州。哇，这个就是大拱门的最佳拍摄点。买了捷运票，要坐捷运到大拱门去。这是要来这一台机器，然后把这张票插到这里面去，它就会打上这个日期跟在哪一站上车的。我们这一趟旅程没有租车，而是选择搭乘圣路易斯红线捷运系统，从机场到大拱门国家公园，行程大约28分钟，班次每15到20分钟一班，可说是经济实惠的交通选择。下车地点共有2站，都只需要步行约10分钟，便可以抵达大拱门国家公园。哇 ，This way to ours， 所以我们走这边。哇，看到了，这就是大拱门的侧面。我们从捷运站走过来，这边是拱门的侧面，一线天啊！哇，这真的是太大了，好高哦，好雄伟哦！哇，能够把它盖起来也真的是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我们到大拱门国家公园啦，它在密苏里州，现在是全美最小的一个国家公园，这也是我们国家公园的第36站。我们来到大拱门的博物馆啦！哇，这边就有一个国家公园的标志啦！哇哦，大拱门国家公园，打卡成功！这边博物馆一开始是在播他们当初美国西进的一些影片。你看这边最早也是那个印第安人，古印第安人住在这边，然后是有2个法国皮草商人来到这边探险，才找到这一块地，然后我们就跟原住民一起把这个城市打造起来，就是现在的圣路易斯。他们用bison对他们的帮助也很大。来摸一下bison的毛，也是很柔软呢。哇，bison的皮。他们皮革工艺，还有你看这种铸铁跟陶的那个水壶，他们以前就有铸铁锅了耶。这个就是当初拱门的设计者跟所有参与的工程师。这个就是比例尺，你看前面是大拱门。然后再来就是老法院，它就是会一直保持那个车厢是正的。对啊，这个就是让人家体验上去大拱门的车厢，然后里面有5个座位，真的是很窄。如果你有幽闭空间恐惧症的话，可能会没有办法适应。哇，你看我们在拱门的正下方，真的是很大很大哎！你看上面还有窗户，我们明天就是要坐缆车上去，然后透过那些窗户来看下面的风景。因为大拱门啊，它是用一块三角形的不锈钢所组成而成的。其实这第一块很大哎，你看人站在旁边都很渺小。然后要一块一块的这样子叠起来，哇，全部都是不锈钢，304不锈钢。这就是老法院，它现在在整修，要围起来不让人家进去了。我们现在去它的后面，拍它跟大拱门一起。哇，这个就是经典的老法院加拱门的景啦。
真的是太美了！这个老法院之所以有名啊，就是因为他为了一个黑奴争取自由，结果在这边败诉，然后在4年以后就引发了美国内战。因为在密苏里州这边，他的法律就是一日自由，永远自由，所以很多黑奴就被送来这边进行自由诉讼。建立于1839年的老法院，坐落在大拱门国家公园的西侧，是19世纪中联邦建筑的典范。这里曾经审理过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案件，其中最有名也最重要的便是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。1857年，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了此案，并判决非裔美国人无权获得公民身份，因此加速了4年后爆发南北战争，被奴役的人民最终终于获得了自由。我们现在要往大拱门去啦，然后明天我们就要坐那个它的缆车上到最上面去。哇，这边足足也有630英尺高哎，真的是非常的壮观。然后它比2个自由女神像叠起来还要高，比一个独立纪念塔还要更高。它是目前在美国最高的一个拱形建筑，然后它每年被雷劈到的次数已经算不清了。它是全不锈钢式的建筑，有60层楼高，非常非常的雄伟。听说到最上面会一直摇哎，明年上去就知道了。傍晚的大拱门，月亮已经出来了，在大拱门的后面。哦，点灯啦！点灯啦！上去！呜！好厉害啊！我怎么可以这样绕一圈点灯啊？哇哦！圣路易大拱门每晚都会点灯，但确切的时间我们事前并不知道。这天真的是非常幸运，意外捕捉到这难得的一瞬间，也欣赏到了斑斓绚丽、如同玉镯般晶莹透亮的大拱门。我们现在要去看中间这个老教堂，然后中午我们要去坐下面那个船。这教堂也是很有历史了，跟拱门搭配在一起，有很多图片也是这个搭配，看起来很漂亮。哇，我们到教堂了！哇，这个教堂很漂亮哎，旁边刚好有一弯的大拱门。老大教堂是圣路易斯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，教堂建造于1831年，1834年完工后，这里也是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第一座大教堂。老大教堂并代表着天主教在殖民地西部的开始。教堂后方有一个博物馆，展示了早期文物及珍贵的历史资讯。这就是搭缆车的地方，然后因为我们是坐北口的，另外一侧是南口的。我们现在在这边等，要等到多一点人的时候再一起开放进去。现在在发票，我们拿到了今天的票，我们进来啦。我们现在去坐等我们的缆车了，然后因为我们是8号，是最后一台，然后就会真的很像在迪士尼排队的感觉，要去排那个游戏闯关。对啊，然后这个门，上面的，你看上面的车厢。哦，我们是8号门，然后这个门只有150公分高，所以一定要低头进去。
哎，里面的造型好像太空舱哦。对啊，它那个光打得像房间像太空舱，很酷。哇！你看，大家就要趴在这个上面。这就是密西西比河，很漂亮啊！前面可以看得到老法院，然后那个就是红雀的主场。我们昨天就在那个前面，在那里拍照，所以还可以拍得到那个拱门的影子。这个就是红雀队的主场。这就是我们大拱门的影子。大拱门顶部位于60层楼高，在2公尺宽的走道内，左右两侧各有16个小窗户，可以居高临下纵览四周景致。每一梯次参观时间约为10分钟。若有惧高症或是不敢搭缆车的人，园方也很贴心地设置了一个可以及时看见拱门顶景观的模拟走道，让每个人都可以亲览拱顶风光。圣路易大拱门被誉为通往美国西部的大门，是一座雄伟壮观的不锈钢建筑物。大拱门由芬兰裔设计师埃罗萨里宁于1947年设计，1963年动工，1965年10月28日迁入最后一片拱顶后便正式完工，并成为举世闻名的地标性建筑。我们下来，沿着密西西比河走到我们要搭船的地方，这边就是我们要搭船的地方。下一班船是12点，就是我们现在要搭的这一班船。我们在这里搭船，我们现在走过去了。现在要登船啦！乘坐传统的汤姆历险记蒸汽船，可以游览密西西比河上著名的桥梁及建筑。首先通过的伊兹大桥是圣路易斯横跨密西西比河的第一座桥，也是世界上第一座钢结构桥梁，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跨度的拱桥。伊兹大桥于1874年完工，目前是密西西比河上最古老的一座桥梁，并于1964年被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。接着通过的是马丁·路德·金大桥，这是为了纪念名运人士马丁·路德·金先生而命名，全长1222公尺，宽14公尺，跨度为293公尺。在1951年通车时，它还是美国第6长的悬背式横架桥。联合电气公司1902年在圣路易斯成立，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发电站，最早提供燃煤发电，1972年转为石油，并于1996年转为天然气。如今已经废弃，但古典的建筑细节与生锈斑驳的工业装备，让画面形成超现实的对比。第3座桥是斯坦木修老兵纪念大桥，旧名为新密西西比河桥，是一座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公路斜张桥。2010年4月兴建，并于2014年2月9日通车。大桥共使用了将近15000吨的钢结构，以及8600吨的钢筋，是美国主跨第3长的斜张桥。现在船要掉头啦，然后你看河上有很多这种平底船，就是在运送这些建筑所需要的材料和机械，就用这种拖船拉着在运送。第4座白杨街大桥于1967年建成并通车，全长660公尺，
宽32公尺，共有8个车道。虽然看起来相当平淡无奇，却是连接密苏里州与伊利诺州的重要交通枢纽。压轴的麦克阿瑟大桥，这座桥最初被称为市政桥，由于不收取通行费，也被称为免费桥。1942年改以麦克阿瑟将军名字为命名，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层钢桥。但在1981年，由于路面恶化，这座桥已经对车辆关闭，目前仅供铁路使用。整个游船行程大约是90分钟，除了欣赏桥梁，还可以从密西西比河畔遥望大拱门。除了收获满满，还可以捕捉到唯美画面。如果你想体验更刺激的高空探险，也可以选择搭乘直升机，带你直接飞越密西西比河。这个密西西比河就横跨了密苏里州跟伊利诺州，这就是他们的州旗。这也是美国西进的开始，所以就跨过这个大拱门，就是美国西进的开始。这就是红雀主场啊，红雀队主场，他们就戴红雀的帽子，很可爱。